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每周科技要闻。顾名思义，这个节目就是要把近期科技界发生的大事件聚合起来，呈现给大家顺便带上我中肯的评价。近些天，科技界真的就好像过年一样，各种热火朝天的新品发布会让人应接不暇。这段时间最火爆的当然要数老黄新发布的几枚30系核武器了，其中首枚被引爆的高端核弹 RTX 3080 17号已经上市了，这次性能提升很大，价格却便宜了不少。想了解更多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评测视频，并顺便点一波关注以免错过9月24号的 RTX 3090的评测。非公版 RTX 3080的价格普遍在5500到6500元不过由于人气太过火爆，基本是开卖秒没，现在各家都显示预购状态。我们动用了全工作室10几号人去抢，居然也只抢到了1张。而只在国外上市的人勋公版卡也同样遭到了哄抢据称老黄这一次为了打击机器人和黄牛是下了很大功夫的然而成为黄牛的门槛还是太低了，eBay上 RTX 3080价格都好几万了。以至于不少人为此恶搞出了纸质版 RTX 3080、RTX 3080创建人上帝版。而在 AMD 这边则是承诺下周会有更多供货甚至还赔罪了一番，表示没有料到新显卡会这么火爆。不过更有意思的是，20系显卡居然没有降价，这家甚至在京东来了一个稀缺货源，限购1张。肥仔表示他都有些看不下去了。面对老黄突然的良心发现，苏妈这边自然也是不能淡定了。9月10号 ，AMD 官方放出了 Zen 3架构 CPU 以及 RX 6000系列显卡的预告视频，两者将先后在10月8号和10月28号发布。面对 AMD 的 tick 战略，英特尔真的是要加把劲其实了。Zen 3架构 CPU 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所以我们也没有探听到太多可靠的消息但是 RX 6000系列显卡 AMD 官方已经放出了渲染图，3风扇散热和双8拼的供电，说明这显卡恐怕不怎么省电甚至油管上都已经有人放出了泄露图，是不是真卡不知道，起码外观和 AMD 官方的一毛一样。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带有 NVIDIA 在3人系中刚砍掉的 Type-C 接口。而更有趣的是 ，AMD 跟 Epic 来了一个联动，在游戏《堡垒之夜》之中放了一个大大的 RX 6000显卡的3D 模型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进游戏里面参观一下。每年9月的苹果 iPhone 发布会都快成科技圈的春节了本来这一次的发布会前，大家还在猜来猜去会不会有新的 iPhone结果库克大佬真的是有点太直接了，一开始就是说本次发布会主要是 Apple Watch 和 iPad所以那些发誓说如果不发布 iPhone 12就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发布会上面 Apple Watch Series 6来了，更新了 S6 芯片在增加几种新颜色以及一系列新功能和新改进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价格亲民版的小弟 Apple Watch S1真是万物皆可 S1， 我们的吉祥也出 S1 了。顺便，苹果还推出了新的健身服务 Fitness Plus， 而且是会在国内上线的至于苹果全家桶服务 Apple One， 大陆近期应该是没戏了。这次发布会更吸引人的应该是 iPad Air 4了终于不叫新 iPad Air 了。Air 4沿用了 iPad Pro 的外观设计同时又加入了3种新的颜色，更加讨好年轻人。Air 4的外壳除了比 Pro 厚了一点，其他2围跟 iPad Pro 11寸完全相同，但屏幕却小了那么0.1寸。为了维护 Pro 的尊严，苹果也是够拼的了。它最大的亮点还是首发了 A14 芯片，这是世界上首颗基于5纳米工艺的芯片苹果声称 A14 对比 A12 CPU 和 GPU 分别提升了40%和30%，但没有对比 A13 提升了多少看来苹果也终于开始要挤牙膏了。不过 iPhone 12上的 A14 是否会解锁更多核心也还说不定另外比较重要的升级就是升级到了 Type-C 接口，以及电源键集成了 Touch ID。本来觉得这次升级诚意满满，但是看了官网的价格之后，我突然觉得 iPad Pro 还是挺香的。毕竟库克在拼多多进货11寸 Pro 128G 也才5000多块。同时，既不 Air 也不 Pro 的 iPad 也更新了，升级到了 A12 芯片，其他就都是老样子。好在价格依旧喜人。发布会的次日，国内是9月17号苹果如约推送了 iOS 14、iPadOS 14以及 watchOS 的正式版不过 macOS 11的正式版还没有来莫非是要憋到 ARM 处理器的 Mac 发布了才会推送？过来是游戏主机3巨头之一的微软，他们近日公布了 Xbox Series X 以及 Series S 的详细规格。S 相比 X 的主要差别在显卡和固态硬盘方面。Xbox Series S 的 GPU 理论性能只有 X 的1/3不过微软宣称它能够支持到 2K 120 FPS 的游戏体验。售价方面，两者分别是499和299美元，还是比较良心的。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这一代 Xbox 主机是在赔钱卖。其实这也算是游戏主机的常规销售套路，前期硬件亏钱，收软件分成，等硬件成本下降。除了老任，2台主机将在11月10号在37个国家或者是地区上市，包括香港。不过从9月22号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已经可以开始预定了，就是不清楚什么时候登陆中国大陆。新的 Xbox 系列将向前兼容所有世代的 Xbox 主机游戏，这着实是个好消息。而且杜比公司刚刚确认了2台新主机都支持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再搭配上两者皆有的 HDMI 2.1，最强电视机顶盒预定。看到 Xbox 公布价格，索尼这边也将准备好的狙击手段放了出来。9月17日，索尼公布了 PS5 的详细信息。和 Xbox Series X 的特性颇有相似，比如支持光线追踪、4K 120FPS 游戏等等。毕竟都是 AMD 家的芯片嘛。而价格方面 ，PS5 光驱版售价499美元，数字版售价399美元，感觉是有意冲着新 Xbox 来的。11月12日将率先在北美和日本上市，而后会登陆其他地区。当然，大陆行后还是没有消息，还好港版没有缺席。PS5 周边全家桶，比如 DualSense 手柄等也一并发布了。为了把游戏主机3巨头都凑齐，任天堂这边也发生了个大事件，那就是2011年发布的 3DS 游戏掌机终于停产了。哇，都有9年了哦。3DS 可以说是任天堂最成功的掌机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支持裸眼 3D 以及搭载了双屏幕。后来任天堂又推出了几款衍生版本，如 New 3DS、2DS 等，10年来共计售出约7500万套。游戏的阵容也是十分丰富，相信给不少小伙伴带来了欢乐的时光。我自己那台老大3现在还在朋友手上服役。不过老任的新设备 Switch 人气比 3DS 还要火爆，仅仅发售3年便已经卖出了6000多万台了，预计很快就能超越 3DS 进入游戏主机销量前10名。说到科技圈过年呢，肯定也少不了花钱9月13日，英伟达宣布斥资400亿美元收购芯片设计公司 ARM， 由此促成了科技界最大的一桩收购案。虽然英伟达表示收购 ARM 主要是为了发展 AI， 并明确承诺 ARM 将持续运营其开放许可模式，同时保持全球客户中立性。但是鉴于 ARM 架构芯片在手机、平板甚至超算等领域不可替代的地位，外界依然对此次收购充满了质疑和担忧。除了华尔街毕竟公司都是老皇家的了，以后会不会再搞出什么大动作，还真说不准。如果说 NV 这场收购是佳节盛宴的话，那微软收购匕首母公司 ZeniMax Media 就应该算是家常便饭了。不过正临新主机即将发售之际，这一笔收购就不禁让人觉得有些微妙。最后，本周最重要的科技新闻就是我们的新机箱 Mac One 青春版已经在翼王的藏宝阁开放预定了。相比 V1 标准版，青春版在外形、工艺以及材料等方面做了调整，在压低成本的同时，却并未降低兼容性与可玩性，甚至还提高了那么一点点。其中显卡方面，最高可以支持安装3槽厚、335毫米长的高端卡。现在特别火热的非公版 RTX 3080，大多数都是能支持的。而大家最关注的价格是只要399，送显卡延长线。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就可以直接到达预定页面了。首批预定的话，我们还会赠送一个手提袋，可以轻松的把机箱装进去，想带去哪里就带去哪里。OK， 本期的影片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除了这个每周科技要闻之外，我们也一直在输出新鲜有趣的数码产品评测与折腾影片。新观众可以点一个订阅进来参观一下，说不定会发现让你眼前一亮的内容。那么下期再见，我是一王，拜拜。